郡主，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呀？我们总不能看着吉冲、克朗还有叶寒大哥他们被降罪吧？伪造军令那可是大罪呀！先别慌，我再想想。郡主，王将军来了。末将王荣参见皇女。将军快快请起，万不可如此。想当年，老子与马英同朝为官，现如今已是物是人非了。将军此次特地前来，可是有救吉冲之计？有，逼宫晋王，对天下行册封大典，使其称臣皇女。我早就怀疑晋王不是真心复兴前朝，如今看来，果真如此。若皇女有所担忧，大可宽心。老子这次率大军前来投靠，加上马家军还有世子的川龙军旧部，若设计将晋王单独引出，必能逼其就范，将皇权归还皇女。皇女不能犹豫不决了，事出紧急啊！世子等人所犯之罪皆是重罪，你也知道，那晋王六亲不认，再者，他抓住了机会想铲除你的亲信，你若再犹豫下去，等待他们的可就只有死路了。将军的美意，摘星十分感谢。将军此计也并非不可行。好，老子这就去准备。但请容我拒绝。嗯。大敌当前，晋国要以团结为首，且吉冲等人，他们的确是伪造军令，触犯军法。若不能坚持军令如山，将来如何赢得胜仗？若真不伐，晋国上下又如何看待他们的律法？皇女真不担心自己的身份权位被晋王虚待，置为傀儡吗？楚葵心中只有权位，却没有天下苍生。我无权位又如何？再者，晋国的确是在晋王的治理之下有条不紊，虽然严格，却毫无泯灭人心的暴政。百姓所要的不过如此，谁做主都一样。那吉冲他们，皇女就绝情不救吗？我很难过，也极为担忧，但这都是我的私人之情。有时候，大局之下，要学会控制自己的私情。将军若无两全其美之法，摘星便会再次面见晋王。毕竟此事原本就是因为摘星疏忽而起的，我本不该避责。说得好，大局之下，需克制私情。皇女所言，本王深感敬意，一切得罪。晋王，嘿嘿，老子早就，末将早就说，皇女本性良善，你大可宽心。这下你满意了吧？将军和晋王是串通好的。这段日子对皇女有失礼之处，还请恕罪。父王也是在前一刻才告知小王真相。从皇女回城迎接之时，所有的一切都是本王设下的测试，为的便是此刻。所以这一切都是为了测试我是否会感情用事，误了复兴前朝之业。乱世之下，为君者是以大局为重，实乃万不得已，还望皇女见谅。本王定会速速为皇女行册封大典。那吉冲等人呢？他们也知道真相了？在押送回来的途中，趁机逃跑了，但小王已经派人去抓捕了。
皇女请进。皇女有何要事，尽管说。此事过后，晋王将如何处置吉冲他们？那混小子，是我故意让他逃脱的。他一逃走，必然会想与川龙军旧部相会，集结杀回。但那些旧部早已领我命，假意附和之。到头来，半个人也不会去支持他，他只会羞愤离去。若他选择不离去，只身回来，我就关他一辈子。晋王何须如此？若他知道你是一心护我，并非心存敌意，一切皆为测试，他自然会收起反抗之心。本王希望他永远误会我，还望皇女相帮。我不答应。皇女可知，本王为何需测试你一场？那是因为本王担心皇女的性格和那混小子一样，不适于乱世。这孩子出生的时候特别小，比这巴掌大不了多少，我都担心他撑不了多久。可没想到他渐渐长大了，而且胆子比谁都大。在晋国，别说小孩子了，没有人不怕本王。可就这小子，从小就敢抱着本王的腿不放。可你知道，这天不怕地不怕的混小子，从小怕的是什么？他最怕身边的人因他而受苦。小时候，他习武不认真，读书偷懒，怎么罚他都不怕。但是要打了他身边的书童，他就真求饶。这孩子看上去狂傲潇洒，其实心软得很啊。他的确是如此。最了解自己孩子的，果然还是父母亲。长大后，他一度让本王十分诧异。16岁，他第一次带兵出征，那一年，他立下无数战功。从那日起，他每天夜里拼命地精进战力，攻读兵书，本王还甚感欣慰。这小子不仅懂得享受虚荣，而且还懂得谦虚。后来才发现，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。这小子拼命地想打赢每场战役，他是害怕带出去的兄弟带不回来。7年前，晋王依军法行事，处置吉冲的副将，想必也是希望以此来震慑他，给他一个深刻的教训吧。身为统帅禁军的主帅，本王希望他能从中学会铁面无私。但身为一个父亲，本王又何尝不珍惜儿子这种有情有义？但在战场之上，这并非好事。7年前他选择离开，本王心里甚是矛盾，一面气恼他选择逃离现实，一面又不愿意他留下来，变成一个麻木不仁之人。但皇女跟他不同，那小子有选择，可以去过他想过的人生。但是你没有选择，你身上背负着国仇家恨，逃无可逃。于是本王只能这样来考验皇女，是否会不顾大局，为情感所羁绊。那如果我要是没有通过考验呢？那就表明皇女不适合乱世，不能统帅3军。本王只能冒天下之大不韪，虚位以待，直到平定天下，再奉还权位。
靖王如此品行，想必弃坛之行，也并非真心要利用牺牲摘星，弃我于不顾吧？确实，万一发生不测，本王早有布防，且已暗中通知柳心，一旦发生危难，必须向外求援。所以那一日，他并非临阵脱逃，而是为了向靖王求救。本王已解皇女之困惑，能否答应本王，瞒着巨瑶，让他继续误解本王？这是身为父亲保护他的方式。希望那孩子别待在一个不适合他的乱世里。启禀父王，皇女即刻将到，但是巨瑶暂时还没有消息。皇女到！册封大典，起！慢着！败将李巨瑶，屡犯军法，擅自离港7年，罪行重大。今特来向靖王请罪。你身犯何罪？其一，口出狂言，怒其主将；其二，不服管束，屡教难治；其三，疑心主将，罪不可赦；其四，挑拨两军，令其不和；其五，谣言鬼语，无事生非。你的罪状还真是罄竹难书啊！罪臣实在是无颜见靖王，但太原城是臣的家，臣的亲人在此，离家7年，臣真的很想回家。恳请靖王看在一个儿子思念父亲的份上，从轻量刑，让罪臣用今后的日子将功赎罪。父王，您就原谅巨瑶吧。靖王，让世子回家吧。靖王，让世子回家吧。将功赎罪，哼，你想的倒挺美呀！若靖王不同意，罪臣便长跪不起。今天是皇女的册封大典，你要在这里长跪不起？你这哪是认错啊？你这是在要挟本王啊！罪臣不敢，罪臣只是想得到父王的原谅。起来吧，混小子！多谢父王原谅儿臣，儿臣今后必定对父王言听计从，绝不敢有半点忤逆。
恭喜你们父子二人解开心结，这便是晋国上下之福。我能与晋王和好，军民上下同心，全都仰赖于前朝皇女。我晋国在前朝皇女的带领下，必定能战无不克。参拜皇女殿下。参拜皇女殿下。皇女殿下，千岁千岁千千岁。